眼前这个号称自己浑身充满武士精神的日本选手，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磕起了头，请求认输，并且还祈求方便不要下这么重的手，给自己留下一条小命。那在1年之前，方便与他有过一次交手，当时的他就完全不是方便的对手，3脚就把他踢得满地打滚，最终他也是输掉了比赛。但是这1年的时间里，他也是一点都没闲着，时刻把对方便的仇恨记在心里，所以这次他又向方便发起了挑战。那好的，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啊！这一场带给大家的又是一场大家非常喜欢的抗日对局啊，也就是暴打小日本。那场上红袍选手就是死神方便，另一边蓝袍选手就是小日本子工藤勇树。他在1年之前，这个小日本子已经输给过方便一次了，上场之后还是一副这个非常欠揍的样子。那方面现在也是丝毫不留手，因为已经非常了解对手了，上来就是连续的轰拳啊，打的这个工藤勇树是抱头鼠窜。那这场我们就来期待一下方便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。懵了！红场裁判毛金宇告诉这个孙方面，进腿摔只能1次发力，不能2次发力做动作。方面一上来已经掌握了整个比赛的主动。我刚才跟观众朋友说了，只有在方面同工藤勇树比赛结束之后，将进行男子70公斤级8以上的半决赛，将由董文飞迎战宋维强。本来日方选手想用一个转身后摆腿，没有成功，被方便迎击。现在方便上来方面已经把握了整个局势的主动。那么张德胜呢？张迎的这个。那这1年的时间里，工藤勇树是一直苦练拳法，就是为了来找方便报仇。不过登上擂台，这个工藤勇树发现啊，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，自己练了1年，怎么还在挨打？这个就像是欺负小孩一样啊！方便打的真的是非常的轻松。那这1年的时间里，工藤勇树练了还不如不练啊！上场之后还是挨打，一点变化都没有。看着拳下和腿下，工藤勇树现在要做的一定是打破方便的防斗，但是在自己的力量、速度和把握时机对赛场的掌控上，工藤勇树都略逊了一筹。现在工藤勇树只有这个招架之功啊！你看这方，现在工藤勇树应该规避方便的现在的锋芒。如果跟方便打对攻，肯定不讨好自己。但是我们也看到工藤勇树也其实挺顽强的，作为一个日本的武士嘛，下劈漂亮！但是方便还想再斗他一会儿，没有直接扑上去用后手拳结束比赛的。方面招牌式的下劈正蹬啊！又前摆拳。现在方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，后手持拳啊，刚才滑倒，就是冲太猛，因为现场的所有的观众就想让那个方便 Q 对手。好的，漂亮！这一下方便找准机会撂倒了工藤勇树。这个工藤勇树不死心呐，还想对方便用腿法。那现在第1回合的比赛已经结束了，这个工藤勇树被打的是相当之凄惨。那现在我们就来期待一下，方便在第2回合能不能把这个工藤勇树打得更惨。由苏伟强迎战董文飞，张德正迎战是伊朗的伊萨。现在的这些慢放，方便的接腿，方便击斧，前手的摆拳。好的，那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第2回合啊。第1回合这个工藤勇树被打得很惨，第2回合很害怕，上来之后又挨了方便一脚。那这个工藤勇树真的是被方便打得太惨了。又是一脚用脚扇耳光。那方便的这个打法实在是看得太解气了。方便就不要给他机会。刚才方便想利用那个夹劲摔，但一看不行，我收住。不过这位日本选手还是挺坚韧的。今天是方便第32场比赛，完全就是一个表演赛了。没错。但是我们看到工藤勇树也是真是能挨呀，这个靶子真是能挨。没错。前手的摆拳，方便前手的这个前手摆拳啊，真的是神出鬼没，突然就出现，爆发力和启动性都非常快。
好的，又是一次摔倒在地啊！这个工藤永树是打也打不过，跑也跑不过。那估计现在工藤永树内心就想啊，如果没有这个围栏，如果没有这个规则，他马上就要跑着回到日本了。20公斤的超级战，双方其实都会有 KO 对方的能力，但是工藤永树在目前的发展上看，这是一个涮摔。对，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这顺手牵羊，借力一涮。这个技术也只有中国的运动员会。方面真的是非常全面，不管是拳法、腿法，包括摔法。再来一个。虽然我们 WLF 的规则中呢是不允许主动摔法，并且不鼓励摔法。但是像这种接腿摔可以运用，就是我接到腿之后可以运用。但是比赛是一次性发力，你不能2次发力。我接腿之后一次没有摔倒，我再来一次，那是不允许的。是的。现在在方便的一位进攻和工藤永树的一位防守下，比赛变得越来越像表演赛。赶紧一点，别倒。好的，方面一拳击腹，这一下工藤永树像一个大青蛙，像一个大癞蛤蟆一样趴在地上，直接磕起了头。那他这个头确实磕得有点晚呢，早磕一会儿，没准方面会下手轻一点。工藤永树又站起来了。现在起身啊，已经被打晃了，这个脚步站都站不稳了，但还想接着打，就是不被方便打死，他誓不罢休。今天就要把自己的小命交在方便的手里。然后都被方便识破了，完全识破了。方便多聪明，是吧？我又击你腹部，对不对？要知道，方便今天迎战的是日本的工藤永树。在2011年，方面曾经战胜过对手工藤永树，但是想一雪前耻。现在方面前摆拳。哦呦，我们看这个工藤永树啊，又跪倒了，又化身成为一个癞蛤蟆。这个小日本子非常喜欢装癞蛤蟆啊，如果穿上一个迷彩的衣服，就是迷彩的癞蛤蟆了。现在这个情况还想打，看起来啊还是不死心。那现在既然他一心求死，方便就要成全他。在明显强于自己的对手方面面前，依然坚持要把这场比赛打下去。好的，现在第2回合比赛结束了，这个工藤永树还在坚持，这样已经撑到了第2回合结束。现在教练也是在告诉方便，下一场比赛该怎么打，怎么样能把这个工藤永树置于死地。有差距的，这是第2局比赛的精彩慢放。这是方面的一个前摆拳啊，迎击连击，接腿摔。是方面对整场比赛的把控已经远远超过对手了，把握了战场的节奏，就把握了这场比赛的胜负。但是比赛要1回合，谁也说不好拳台上会怎么样。就是这一拳，就是这一拳，击腹动作。那好的，现在我们来到了第3回合。那第3回合这个字幕还没有消下去，小日本子就又被击倒了。这种打法真的没有必要再打了。难道真的想把自己的命交到方便手里吗？好，这时候回光返照，想要进攻，把自己的脑袋插在围栏中间了。但斗志不减啊！尽管工藤永树在前2局的比赛打得非常的被动，也很难堪，但是到第3局了，你看他仍然能够咬牙坚持。这种稳扎稳打的选手，实际上才是最可怕的。作为80公斤的选手，随时都有可能KO 对方的能力。方面还是不能大意啊。今天方面也打得大开大合，没错，动作幅度很大，因为毕竟这个工藤永树的这个进攻能力有限，就靠打防守反击，是吧？这样给，这有一个车站腿。好的，现在这个工藤永树又跪了，一场比赛连跪3次，难道是想认方面为干爹吗？这下是不行了，裁判结束了比赛。那这场比赛方面打的实在是太漂亮了，把这个小日本子打的已经不成人样了。那最后让我们恭喜方便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那观众朋友们觉得方便打得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讨论。那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。